谈了1个多月的越南女朋友啊，最终还是分手了。Hello， 朋友们，大家好啊。有人让我讲一讲这个越南女朋友的后续啊，我已经拍了好多天了啊。我那个第一个视频就是送玫瑰花那个视频，播放量非常高啊，抖音播放量加上西瓜播放量一共有100万了，100万的播放量，可以说是我拍视频生涯播放量最高的一个视频了。也就是说，就是100万人知道我在越南找到了女朋友啊，有好多人私信我说让我继续拍我这个越南女朋友啊。实话实讲啊，最近非常不开心啊，原因就是我和我越南女朋友现在处于一个准分手的状态啊，就是说分手吧，还偶尔还能见一下，说不分手吧，但是这个也没有什么，就是基本是不可能了啊，是这种状态。前2天放假嘛，他带着我去购物啊，他说快过年了嘛，他要买年货，他去买点买个茶几，还有一些茶具，就是那个喝茶的那个茶具，还有什么买个屏风，买好多东西。然后他就带我去了，我也愿意跟他去啊，一起看看嘛。那天特别冷，他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到那个市场，北宁市场，然后我们逛了逛，看了好多啊，他都没满意啊。他看上一个，但是那个老板说需要定制啊，然后我就给了他这个400万，相当于1200块钱吧。我让他买，让他定制，让他过年买点东西啊。因为交往了1个多月了啊，不给人家点钱，感觉不太好意思啊，这不属于中国人这种作风啊，所以说我就给了他400万，我打算以后就不给他了啊。其实现在我和他的关系啊，就是说也没说特别差，他就是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而且他说我们结婚是不可能的，那我就不抱有什么希望了。以前的时候是天天见面，每天下班了他都要过来和我一起学中文。现在是几天见一次面，见面次数非常少啊，见面次数少就跟分手了差不多啊。其实这几天我都不愿意谈我这个女朋友啊，因为这个女朋友这个感情处于一个未知数，所以说我不想多拍的太多的话，也没什么可拍的，没什么可讲的。有好多人私信我，老是让我讲一讲后续。其实这个感情非常平淡的啊，非常平淡。这个感情是要慢慢的，可能半年1年才有结果。所以说这个感情你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。你像我本身也不怎么优秀啊，是吧？找个女朋友可能说突然找到了，但是谈下来就非常困难了，谈下来又让她非常满意，非常义无反顾的嫁给你，那个可能性也有，但是说就相对来说就小啊。说实在话啊，给了她这个1200块钱，其实我还挺心痛的，但是我一想到她非常善良，人也非常好，人家都没张口要钱。以前我遇到女孩动不动给我要钱，她越给我要我越不想给她。像这种不给我要钱的，就是说不谈钱的女孩啊，还是很少见的。我这一想到她这么善良，还每天下班了就过来见我，以前我就特别心软，特别难受。我觉得不能愧对一个好女孩。虽然说我们现在的感情啊，由女朋友变成了普通朋友啊，但是我还是对她非常喜欢的，非常喜欢。当时我就想，
他是这个离婚的，他要是不离婚，他要是那个就是没结过婚啊，像他这样的大龄剩女，我肯定是会义无反顾的努力追求他，和他结婚呀。但是种种这个因素啊，让这段感情进入失败状态啊。所以说这个感情啊，我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再拍的话，也就是明年了，因为我过段时间我要回国了，因为我的签证即将到期啊，我必须回国。它不像这个老挝似的，可以在本国就是续签，越南不行，越南必须回中国才能续签，回中国继续搞签证，继续来不来再说啊。我是准备明年再说。其实越南女孩吧，来了这么久，我感觉越南女孩她其实和中国女孩是一样的，也有很多纯真的，她有那种淳朴性啊。有的越南女孩其实她很高冷，她跟中国似的很高冷，她不喜欢你啊，一般都不搭理你，她也不说主动让你请她吃饭，主动要钱之类的啊。你想和他处，他都不跟你处，因为他不喜欢你，就很直接。如果他对你稍微感兴趣呢，他就会和你聊，而且他还很容易吃醋啊，因为这个文化差异嘛，容易产生误会，翻译常常出现错误，一出现一个小错误啊，他就会对你误会，一误会这个感情就破裂了。就比如说你加他的脸书啊，那个脸书上面啊，那会显示你以前加过多少女孩。都会显示，所以说他一看，呀，你怎么这么花心啊？所以说他就不和你聊了。所以说经常出现误会啊，还有的翻译聊天聊着，他就不理你了，原因就是翻译出现一个错误，他认为你不爱他了。所以说在国外谈感情啊非常困难。还有的女孩认为啊，你主动给一个女孩要微信，那你肯定给别人也要微信啊。所以说你比较花心，所以说也就不理你，他们都是这样认为啊。所以说在国外谈感情啊，很不容易啊。我准备啊过几天回国之后啊，如果再来越南的话，我肯定还会联系他的，因为我们感情还处于温和状态啊，并没有说完全闹掰啊。感情还能再继续处，所以说不准哪天我又拍他一个视频啊，感情升温之类的啊。今天在麦当劳吃这个，这个麦当劳吃这个饼，中国煎饼，喝的这是可乐冰淇淋。好，这个视频就到这里啊。谢谢大家观看。